失忆3年的父爷终于记起了我，殊不知我已结婚生子。他说可以不计较我这3年的缺席，让我继续跟在他的身边。采访时，主持人让我给最爱的人打一个电话，父爷坐在台下晃了晃手机，我拨打过去，瞬间被接通。老婆，我和宝宝也爱你。梁鹤抱着我们的女儿坐在父爷的身旁，朝电话里喊道。父爷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恢复记忆的，据说是下楼梯的时候一脚踏空，摔到了头部。等从医院的病床上醒过来，就恢复了全部记忆。我老公还跟我说，他在沉睡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喊过我的名字。还没等我说什么，我老公梁鹤就略带着不安地开口：“老婆，如果他真的想起了你，你不会不要我吧？”我简直都要被他气笑，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不要你？那就好。梁鹤松开一口气，爱你老婆。父爷好像在喊人，我去看看。那去吧。随着电话挂断，小梁毅就扑进了我的怀抱，重复地说道：“要爸爸，要爸爸。”我将梁毅，我的女儿抱在怀中，额头轻抵她的额头，笑道：“当然要爸爸了。这是我结婚的第3年，女儿2岁。”经纪人周姐给我打电话时，我正在挑选剧本。周姐说帮谈下来了一个女二的角色，剧名叫《谈生》，男主女主全部都是1线明星，并且这部剧投资很大，制作也会很精细。周姐问我要不要这个机会，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下来，因为演戏是我的梦想。演绎不同的角色，体验不同的人生，自己好像也可以重新活一遍。虽然我只是一位小演员，但我珍惜每一次机会。晚上的时候，梁鹤回来了，脱下外套就从身后将我抱住，双手紧紧地环在我的腰际。我笑着微微侧头询问：“怎么了？”父爷想起你了。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但是我感觉。梁鹤顿了顿，又道：“要不然直接告诉他吧，咱俩已经结婚了。”我侧过伸手指在他胸膛划过，眨了眨眼睛。你说他要是知道我和他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，会是什么反应？梁鹤抓住我作乱的手指，配合着我低声笑道：“爱什么反应就什么反应。从我第1次遇见你后，我就没在乎过。”梁鹤将下颚抵在我的肩膀，温热的呼吸喷上在我的脖颈处，小声的呢喃：“我最爱你了。”我用手肘对了对他的胸膛，天天都这么说，你不腻吗？梁鹤认真地摇了摇头，不腻，我要将这句话说一辈子，也只说给你听。我望进他的眸子，就见里面盛满了爱意，虔诚的好似忠实的教徒。夜幕坠落下来，梁毅也睡醒了，梁鹤将他抱在怀中，开始陪他玩耍。我站在落地窗前注视着他们，笑声不断地传入我的耳畔。我想这就是幸福。整整3年，我都没有见过父爷，他的样子我都快要淡忘，直到他又出现在我的面前，记忆中的模样才和现在重叠在一起。他轻靠在黑色的保时捷上，黄色的寸头格外的扎眼，指尖袅袅上升的烟雾证明他此刻内心正烦躁。直觉告诉我他是来找我的，可是我实在想不到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聊的。父爷似乎听见了我的脚步声，他将香烟踩灭在脚下，目光直直地朝我望过来。我不想理会，绕过他就想离开，他却将我喊住：“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我顿住脚步，没有回头。说什么？父爷走到我的面前，与我四目相对。3年的时间没有让他的模样有一丝改变，还是那张俘获人心的面孔。父爷恶狠狠地踹了一下他的车子。我知道你因为什么，那天我不是故意那么说的，当时那么多人我也需要面子，算了，对不起。这么多年里，这是父爷第1次跟我道歉。可道歉不是万能的，任何一条伤疤都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抚平的。只是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了。我敷衍地轻点了2下头。父爷看见我点头后，嘴角也勾了起来，似乎觉得一切又都回到了过去。我依旧是那个任他拿捏唯命是从的孟晚舟。他轻咳了一声，下巴微抬：“这样吧，你缺席的那3年，我不跟你计较了，你重新回来跟着我吧。你不在的这3年，我总觉得缺点什么，原来兜兜转转3年，发现还是我用着最顺手。”我冷笑着刚要拒绝，父爷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
他阻止我要说的话，朝我挥了挥手，驱车离开。晚上的时候失眠了，我想起来了从前。我妈是傅爷家的保姆，我9岁的时候被我妈接到了傅爷家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傅爷爷，他穿着小西装坐在钢琴面前，像个童话中的小王子，悦耳的音乐就从他的指尖流淌而出。我妈告诉我，如果想要在这待下去，就要听傅爷的话。傅爷的长相和他的性格成反比，相貌有多惊艳，性格就有多恶劣。但是他人不坏，我见过他会为了一只死掉的猫咪哭泣，也会抱着埋汰的小狗找医生。在我15岁时，我妈在买菜的路上车祸离世，师父也将我留了下来，让我有了一个栖身之地。他的身边没有人能受得了他，只有我留了下来。不是因为我能忍，而是因为我喜欢他，我知道他的善良。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记得了，只知道看见他开心我就开心，看见他不开心我也会痛苦。只是我的爱没有换来傅爷的爱，只得到了羞辱。我永远都忘不掉他在知道我喜欢他的那一刻，他嫌弃的样子。他说，如果你还想留在我身边，就把你的喜欢收起来。我真的一点一点去收了。在大3的某次聚会中，傅爷命令我去给他买烟，在我走后，我被所有人奚落。他们问傅爷怎么样才能有这样的跟班，忠诚的像一条狗。傅爷笑着说，那给你了，这种东西我一抬手就有1磅。我因为忘记带手机了，回来时刚好将这句话听了个完整。一腔的爱意终于被傅爷耗尽，我终于可以不再喜欢他了。聚会结束，傅也在回去的路上就发生了车祸，失去了记忆，将我忘记得彻底。睡不着。梁鹤俯身看向我，他笑得意味深长，睡不着，那咱们做些有意思的事情。我刚要问他做什么，就见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衣服都脱了。我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下一秒吻就落在了我的唇瓣上。傅也不知道从哪搞到了我的电话。我刚把女儿哄睡着，就接到了他的电话。我的胃还没说出口，他就在那头醉醺醺的开口，是我。有事吗？我微皱起眉头。我在酒吧呢，快过来接我。傅也还要说什么，电话就被别人抢了过去。随后梁鹤的声音传来，老婆，你不用搭理他，他喝多了，我一会就回家了。你是不是也喝酒了？我问道。喝了一点，不用担心我等会叫个代驾。我立刻穿上衣服，不容他拒绝的开口，我现在过去接你。或许是我母亲死于车祸的原因，对于梁鹤开车，我总是有说不清楚的害怕。到达酒吧后，我一眼就看见了梁鹤和傅野。傅野瘫在沙发上，嘴里念叨个不停。梁鹤朝我招了招手，我走过去，任由他牵住我的手指。老公，他怎么喝这么多？梁鹤耸了耸肩膀，表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傅野似乎听见了我说话，他缓缓睁开眼睛看向我，什么都没说，却把手伸向了我。梁鹤的反应比我快，他直接将他自己手放在傅野的手心中。行了，赶紧睡吧。下一秒，傅野重新闭上了眼睛。梁鹤抽出手看向我，我给他叫了代驾。老婆，咱们走吧。我点了点头，跟着梁鹤离开。随着喧嚣的音乐声，被关在里面。梁鹤飞速地吻了吻我的脸颊。今天老婆来接我了，好开心。我笑着抬起头，发现今晚的月亮又圆又大。我第一次见到梁鹤是在大1的时候，傅也将他介绍给我，说这是他的好兄弟，一起长到大的，只是他后来出了国，近期才回国。你好，我叫孟晚舟。我笑着和他握手，或许从那一刻就注定了我们之间会有交集。不拍戏的时候，我都会在中午煲上一些汤，然后给梁鹤送过去。因为梁鹤的胃不是很好，梁鹤没有喝完就被拉去开会了。我本打算回家，却没想到会在停车场里遇见了傅野。傅野大步地朝我走过来，你怎么在这？傅野又像是猛然想起什么，他拍了拍自己额头。哦对，你是梁鹤公司旗下的艺人。傅野的视线又落到我手里的保温盒上。他眉头轻挑，那是什么？一些汤。我敷衍的回答，想要赶紧离开。正好我没吃饭呢。傅爷舔了舔嘴唇，自然而然地抢过我手里的保温盒。
打开盖子就吃了起来。这个味道，傅野微皱起眉，似在思索，怎么那么像上次我在梁鹤办公室吃到的？他当时还死乞白赖的不让我吃。我翻了一个白眼，你吃吧，我走了。傅野却拦住了我的去路，他将保温盒放在车阁上，意味深长的开口：孟晚舟，我知道你还喜欢我，但是你也不能当着别人面叫我老公啊。我错愕地看向他，脑海想到了酒吧的那天，原来傅野以为我的那句老公在喊他。随便你怎么想。丢下这句话，我便转身离开，殊不知落在傅野眼里就是我害羞地逃跑了。晚上梁鹤回来，一进门就抱住了我，委屈的表情看着我：老婆，我们什么时候公开呀？我1分钟都等不了。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梁鹤这样，心里强忍着笑意。这辈子可能是不行了，我假装悲伤的开口。啊！梁鹤抬起眼眸，黑色的眸子注视着我。那下辈子吧，下辈子公开我吧。我微微有些诧异，梁鹤却再次补充道：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。梁鹤与我十指相扣，温柔的眸光里倒映出我的身影。对了，我的助理因为有些事情离职了，我最近可能还会招一个助理。我点头笑着调侃他：那你怎么不问问我，想不想去给你当助理？我不想你为了我失去你的梦想。我爱你，但你是自由的。傅野给我发消息时，我正收拾行李前往邻省拍戏。他发的话简洁又明了：上次的汤做好，送过来。我直接就将这条消息删除，傅野的手机号顺便也拉黑了。心无旁骛地登机起飞。在拍戏的时候，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等天黑之后接到梁鹤给我打过来的视频。他抱着女儿和我说话，我也不知道我和他每天都在聊什么，反正就是能说好久好久。看见他们出现在屏幕的那端，所有的疲惫仿佛都一扫而空。只是我没有想到我在邻省还能遇见傅野。他被导演围在中间，导演谄媚地跟他说着些什么，他面无表情地向前走着。目光触及我身上时，他停住了脚步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。导演仿佛狗看见了肉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。傅野的脸上也终于有了一丝笑意，他点头答应。太阳刚落山，未拍完的戏就被导演喊了停。他走进我的化妆间，说晚上有场饭局，让我把握住。我想都没想，便打算拒绝。导演却道：你知道的，咱们这个是大制作，有很多人想进都进不来，你要是不把握住，那我也没有办法了。我瞬间就明白了导演的意思，沉默几秒后，我点头答应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看似有很多选择，但其实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。生活如同汹涌的海水，我们全部都被推着向前走着、跑着，或被淹没。晚上8点，我准时来到了导演发给我的地点，推开包间的门，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正中央的傅野。他朝我挑了挑眉，恶意浮现在他的眼底。导演给我安排在了他身边的位置，我刚坐下，傅也就轻笑着开口：不管是谁迟到了，就得罚酒，3杯起，来来来，我给你倒上。傅也将我面前的酒杯倒满，发现我在看时间，他又补充：1分钟也算。我知道他这是在为难我的意思，我扫了他一眼，将酒一饮而尽。在座的都是人精，瞬间就知道了傅也不待见我，于是也开始有意无意地灌我酒，一杯接着一杯地喝进胃里，酒精袭上大脑，我踉跄地走进卫生间，趴在马桶上干呕，生理性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。我走出卫生间时，傅也就站在外面。他轻靠在墙壁上，饶有趣味地看着我这副样子。这就是你忽略掉我消息的代价。傅也一本正经地说，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事情，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场恶作剧，他们转身就会忘掉，而对于被伤害的人，每一次的回忆都是一轮新的痛苦。梁鹤不知道从哪听说了这件事，当天导演就换成了别人。晚上我回到酒店，刚刷卡进门就见到了梁鹤。我有些吃惊，你怎么来了？梁鹤委屈巴巴地朝我走过来，你受欺负了，怎么没跟我说？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是不是不在乎我？我不禁有些失笑，这是哪里来的话？我不告诉你是怕你担心。
梁贺搂着我腰的手用力，你不告诉我，我才担心。好了，下次告诉你。我重重亲了一口梁贺的脸颊，梁贺瞬间站直了身体，快速地将未拉严的窗帘拉上，一边脱衣服一边朝我走来。老婆，我想死你了。梁贺在酒店待了3天，第4天的时候，因为我有一场夜间的戏回来晚了，刚下车就看见了站在外面的梁贺。你怎么在外面还穿着这么单薄？梁贺却不顾所有的牵住了我的手，冰冷的触感沿着手指传达进我的5脏6腑。你的手机关机了。梁贺简单的一句话，我却酸了眼眶。我知道梁贺是在担心我，但是他又不愿阻止我的梦想。我嬉笑地跨上他的胳膊，下次我多带几个充电宝，保证接到你的电话。算你识相。梁贺搂过我的肩膀，一同往酒店走去。梁贺在这里待的最后1天，我特意空出了几个小时陪梁贺。看完电影，2个人都饿了，便决定出去吃饭，却没有想到在私密性极好的餐厅也能遇见傅野。傅野跟着朋友推门走进来，一眼就见到了我，紧接着他就看见了坐在我对面的梁贺。他丢下朋友大步走来，神情看不出喜怒。你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，都坐在一起吃饭了？梁贺轻笑着，你失忆的这3年，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傅野好似松一口气，他坐在梁贺的身侧打趣，我有朋友说看见你在酒店门口搂着一位长发美女，我说之前喊你出去玩你都不去，原来是有心爱的人了呀。追到手没呀？要不要我教你点泡妞的技巧？梁贺挑了下眉，深邃的眼眸望向我，随后落在傅野身上。我已经和他结婚了。啊！傅野错愕在原地，真的假的呀？我像是会拿婚姻开玩笑的人吗？傅野抬手拍了拍梁贺的肩膀，下次带我见见嫂子，我给你和嫂子包个大红包。谢谢。梁贺轻轻地笑了笑，自然而然地将菜加入我的碗中。3个月后杀青，我马不停蹄地回了家。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重重地亲了我的女儿梁毅几口。妈妈想死你了。我也想妈妈。梁毅扑进我的怀抱，小手紧紧地拽着我的衣角。休息了一会后，我就煲上了汤，打算去梁贺的公司给他一个惊喜。然而惊喜没有给到，差点没把我惊吓住。没等我推开办公室的门，我就听见里面传出女人甜腻的声音：梁总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。透过未关严的门缝，我看见那个女人半蹲在梁贺的面前，眼睛里像是藏着2把钩子。我听见自己如鼓的心跳声，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。然而还没等女人的手指抚上梁贺的裤子，梁贺抬手就将她挥开，任由女人跌倒在地上。你被解雇了，趁我没发火，马上收拾你的东西离开。梁贺冷漠地开口，眼里没有丝毫温度。女人快速地从地上站起来，掩面哭泣地推开门，在经过我时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也太无辜了。晚舟，你来了，怎么不进来？梁贺将我从门外拉进去，又一边从我手里接过保温盒。刚才的事情对于他来说好像幻觉一般。他黏腻地靠在我的身上，老婆，你真好，今天已经这么累了，还给我煲汤喝。我抬起手捏了捏他的耳朵，我都看见了，你刚才好凶啊。因为我的心都在老婆你的身上，能跟你在一起，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是一场梦。梁贺用力地攥紧我的手指，拇指轻轻地在我手背上摩擦。他微低着头，神情落寞得让人心疼。在秋天来临之际，我和梁贺迎来了第4年的结婚纪念日。我从梦中醒来，一睁眼就看见了一大捧玫瑰花摆在床尾。梁贺侧躺在我身边，温柔地吻了吻我的脸颊。早上好啊，今天是我们结婚的4周年。梁贺将早已准备好的礼盒放在我的面前，神情期待，看看喜不喜欢。虽然每年梁贺都会送我很多礼物，可还是忍不住激动。礼盒打开，里面赫然出现一条精致夺目的项链。喜欢，只要是你送的我全部都喜欢。梁贺小心翼翼地将项链戴在我的脖颈上，随后又落下几枚炙热的吻。
傅野的妈妈是一位特别温柔的人，在我小时候，她总会给我很多零食。在我妈妈去世的那段时间里，也是她开导我，让我走出痛苦。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她穿着墨色的长裙，坐在沙发上看书，阳光落在她的脚边，好似也生怕打扰到她。所以接到傅野妈妈打来电话，让我回去时，我没有理由拒绝。时间在她的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，容貌和气质从未改变过。我还是很喜欢和她聊天的，会让你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过眼云烟。只是没想到，在吃饭的时候，傅野回来了。他的黄色寸头长出来了不少，根部被长出来的黑发所代替。只是吃饭的时候，傅野平瞥了我好几眼，我环顾了周身，只感到莫名其妙。结束后，夫人让傅野送我回家。傅野虽然性格顽劣，但他还是听他的母亲的话。我连忙摆手想要拒绝，傅野却已经穿好了外套走了。无奈，我只能跟着傅野走了出去。傅野拉开车门让我坐进去，他却没有立刻驱车，视线再一次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我刚想问他在看什么，傅野就轻身将我脖颈间的项链解了下来。他拿在手中仔细端详，这条项链怎么那么像上次拍卖会上的那条，只是那条被梁鹤买走了。你还给我。我伸手去抢，傅野却躲开我的手，想都没想就将项链丢出车窗外。一个赝品而已，下次我给你买条真的。傅野侧头朝我笑道，笑容单纯无害，好似真的在为我着想。下一秒，傅野就发动车子驶出车库。停车！我厉声朝他喊道，傅野直接充耳不闻。我的生气又或者是咆哮，对于他来说是那般的无关痛痒。那可是梁鹤送我的项链，代表了我们共同迈入的4周年。我想都没想，便去拉车门。傅野大惊，猛地刹车，身体惯性的前倾。你疯了！傅野拽住我的胳膊，脸上少有的呈现出恐慌的神色。我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沉默地望着他。或许是里面的恨意太过明显，傅野闪动眼眸，抬手覆盖住我的眼眸。别用这种目光看我。我沉默着没动，傅野却像是被激怒，他放下手指，他的嘴角噙着恶劣的笑意。你的项链我没扔，在这里呢。他松开另一只手，我的项链赫然出现在他的掌心。然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就顺着窗户将项链丢了出去。接着又在我惊愕的目光下，再次摊开掌心，告诉我这次他是真的扔了。喜欢就去捡吧。这是傅野丢下的最后一句话。我跌跌撞撞的下车后，他便扬长而去。太阳开始西垂，玫瑰色铺满大地。我蹲在地上仔细地翻找着，最终我在太阳彻底落山之前找到了。我用力地攥紧项链，竟有种想要落泪的冲动。谈生这部戏一经播出，就收到了无数好评，紧接着便开始参加路演，还有一些商业活动。我离家的那天，梁鹤抱着我们的女儿站在门口，眼神里满是不舍。我亲了亲梁鹤的脸颊，又亲了口女儿。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在家照顾好女儿。那我想你的时候，可以去看你吗？梁鹤追问道。我笑着点头，当然可以，你是我老公啊。梁鹤的嘴角瞬间上扬，微风抚动他额前的发丝。于是我参加活动的第3天，就见到了梁鹤。他一脸无辜地坐在车里，是你说的，我想你了就可以过来看你。我翻了一个白眼，那我还说晚上多看电视多睡觉呢，你怎么不听？梁鹤笑着将我拥入怀抱，我一会就走了，快让我抱抱。怎么一会就走？梁鹤抬起头看向我，目光中闪着光亮，是不是舍不得我？我冷哼了一声，不再说话。梁鹤将我揽坐在他的腿上，腻歪着2个人就吻在了一起。我靠在梁鹤的肩膀上，这几天的疲惫在此刻一扫而空，心好似有了停泊的海岸。我有些希望时间在此刻停止。梁鹤抬起手腕看了眼手表，叹出一口气，我还有个会要开，我得走了。梁鹤恋恋不舍地拉着我的手指，不愿离开。我轻笑了一下，过几天我就回家了。好了，我下车了。我看着梁鹤驱车离开，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。
我转身也要离开，却见傅野站在我的不远处，目光直直地看向我。傅野向我大步走来，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他是谁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回视他道：就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垂在身侧的手指用力攥紧。傅野突然嗤笑了一声：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下贱了？为了那点东西，你就能够出卖身体？我紧紧地盯着他，心里被巨大的悲哀吞没。任何人都不是任何人，没有经历过他所经历的，走过他所走过的路。他可以轻而易举得到他想要的，并嘲讽地说一句不过如此。可有些人即使一辈子都得不到，对于他们来说如同天方夜谭，海市蜃楼。我轻缓地点了2下头，没有任何辩解。你才知道吗？我一直都是这种人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便打算绕过他离开。傅野却挡在我的面前，他厉声叫出我的名字：孟晚舟。我望着他，询问他还有什么事。傅野的胸膛剧烈起伏着，半晌他才吐出一句话：这样吧，我给你想要的，你别再糟蹋你自己了。那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，等他们玩够了，就会像丢垃圾般丢掉你。我耸了耸肩膀，笑得灿烂：谢谢你，但我不需要。我刚要抬腿继续向前，傅野却拉住了我的胳膊：为什么不要？你这样对得起你的母亲吗？母亲这个词一下子就戳到了我的心窝。那你呢？以什么名义给我钱，包养我，同情我，可怜我？傅野怔怔地看着我，半晌也没有完整地吐出一句话。我不是什么？我没有继续听下去。随着电视剧谈生大结局，它的热度也到达了最高峰。身为女二的我被剪辑视频发布在各大网站，也让我尝到小火的滋味。没过几天，我就收到了访谈的邀约，我欣然接受，并且心里也决定趁这个机会公开我已经结婚生女的消息。当我将这个想法告诉梁鹤时，梁鹤既欣喜又担心。要不再等几年公开，现在你正处于事业上升期，公开只会对你不利。你不用在意我的想法，对你好的事情就是对我好。梁鹤没有说任何煽情的话，可仅仅这段话就足以让我感动。跟他在一起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。梁鹤对我好，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，而我应该也要给梁鹤一个交代。他是我的老公，从现在到以后一直都是。就这么定了。采访的那天，你带着女儿过来。采访的那日下了今年冬天的第1场雪。我远远的就看见了坐在台下抱着女儿的梁鹤，目光一转，我却看见了傅野。也不知道他怎么来了，我微皱起眉头。我朝助理询问，助理告诉我说，这个节目是傅野投资。言下之意就是傅野想来就来，没人能阻止。随着时间到达，我调整好状态，缓缓向台上走去。我看见梁鹤和女儿正在给我鼓掌，脸上是难掩的激动。主持人问了我许多问题，对剧中人物的看法，以及在剧组里面的感受等等。最后到达互动环节，更是提出让我给最爱的人打一个电话，看看电话那头会有什么反应。这个想法一出来，现场达到了高潮。傅野饶有兴趣地看着我，不知是无意还是故意轻晃着手机。我淡淡一笑，手机投放在大屏幕上，我毫不犹豫地拨打了一个号码。只响了2秒就被接起，一道悦耳的男声瞬间传出：老婆，我和宝宝也爱你。这句话一出来，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梁鹤身上，镜头也适时地给到了他和女儿。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似乎是有些不敢置信。跟梁鹤激动的神情相比，是傅良不可置信的眼眸。你结婚了？主持人适时地发问。是的，我结婚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女儿。我顿了顿又补充，一直都想公开，今天终于找到了机会。采访结束，我如释重负。傅爷闯入后台时，我和梁鹤正抱在一起。他说我今天特别棒，表现得非常好。傅爷朝我们看过来，他声音里藏着颤抖：你们在一起了？你们结婚了？怎么可能？你们今天究竟在搞什么？梁鹤将我松开，他坚定地挡在我的身前。傅爷，很抱歉，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，我和晚舟已经结婚4年了。傅爷向后退了一步，他不断地摇着头，嘴里喃喃：
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沉默地望着傅野，他也同样望着我。上次你喊老公，原来是在喊他呀？还有那次的汤，原来都是给他的呀？我说我怎么觉得那个味道熟悉？傅野猛地朝梁鹤扑了过去，他用力地拽着梁鹤的衣领，脖颈处青筋浮现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你从未跟我说过你喜欢他。你，梁鹤慢条斯理地将他打断。我虽然从未跟你说过，但不代表我不喜欢他。从第一眼起，我就认定他了。傅野，你成熟一点吧。梁鹤抱着女儿，牵着我的手离开。外面的雪越下越大，留在上面的脚印眨眼就被覆盖。天空和大地白茫茫一片。当晚，我结婚生女的消息直接冲上热搜，评论区大部分恭喜的比较多，偶尔也有一两个评论说我是为了金钱跟梁鹤在一起的，这就是超能力。还说才发现宝藏女明星怎么就先结婚了，诅咒离婚。每当梁鹤看见这种评论，他都会切小号下去反驳：你才离婚，你全家都离婚。看见长篇祝福的话时，梁鹤也会拿给我看：老婆，你看他们在祝福我们爱。是啊，这个时候我会靠在梁鹤的身旁，听他念出那些对我们祝福的话语。等女儿睡醒，我们便会陪着她玩耍，或者看一小会动画片。只是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怎么都没有食欲。明明是我喜欢的饭菜，莫名的看着就想要吐。你怎么了？我摇了摇头，强忍着将菜吃入口中，却在下一秒干呕出声。心里隐隐有一个念头出现。我抬起头，刚好与梁鹤惊喜的神情对上。老婆，你不会怀孕了吧？我又要当爸爸了。梁鹤走过来，轻柔地抱了抱我，紧接着又道：明天咱们就去医院检查，我陪你去。我轻点了下头，手指不自觉地抚摸上腹部。翌日，我们便前往了私立医院。当天结果就出来了，我确实是怀孕了。梁鹤用力地攥紧单子，另一只手搂着我。老婆，我们又要有一个宝宝了，你说起什么名字好呢？梦什么好呢？我晃了晃梁鹤的手臂，不着急，还有8个月呢，足够想的了。怀孕之后，我便开始养胎，除非必须要出席的活动，剩下的全部推掉。我以为父也不会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但我还是小瞧了他。他穿着黑色的大衣站在楼下，大有一种你不出来我便不走的架势。几天不见，他好像颓废了不少，目光中充满疲惫和悲伤。你来找我有事吗？父也努了努嘴，似乎要说些什么，只是冷风灌进他的喉咙，他猛地咳嗽出声。他走上前，伸出手，里面赫然出现一条手链。你还记得他吗？我凝望着他手中的项链，思绪百转。我怎么可能忘记？这是在我16岁时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我抖动睫毛，轻声开口：记得或者不记得又有什么区别？父爷，不要怪梁鹤，是我不让他公开我和他结婚的事情。父爷却摇了摇头，声音嘶哑：晚舟，最近几天我总是在想一件事情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你和他离婚吧，我愿意娶你，你的孩子我会当成自己亲生的来对待。失忆的那3年，我总觉得自己少了些什么，总是在寻找，直到我恢复记忆，我才知道少了什么。是我太幼稚，太在乎面子，太高傲，甚至是太自私。我不敢承认我喜欢你，晚舟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你不是最爱我的吗？我沉默地望着父野，心里平静如水。父野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，我都不会跟梁鹤离婚。我轻吐出一口气，又道：喜欢你是从前的事情，现在我喜欢梁鹤，我爱他。父野踉跄地后退半步，冷风吹动他的衣摆，他在此刻看起来是那般的弱不禁风。这天之后，父野再没来纠缠过我。再次听到他的消息，是他竟又出车祸了。我跟着梁鹤去探望他，梁鹤问他的助理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助理说，当时傅少站在马路旁，低头摆弄一条手链，不知怎么那条手链就掉地上了，风一吹就刮走了。傅少想都没想，便朝马路中央走去，想要捡回来。当时正好有车行驶过来，傅少就这样被撞了。傅野的腿撞得比较严重，说大概率以后会变成瘸子。我走进病房时，傅野已经醒了过来。
他虚弱地朝我笑着：“晚舟，你还记得16岁的我的生日愿望吗？”我闪躲开他的目光，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。好好休养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对不起，这是傅爷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我没有停顿地将房门关上。梁鹤开车带我回家的路上，我望着车窗外已经枯萎的树木，想起了16岁的我和傅爷。16岁的傅也坐在我的对面，问我最想要什么。我扭捏了半天才开口说：“我想要你别抛弃我，别欺负我，别忘记我。”傅也拍了拍胸脯，说：“这太简单了，今年的这个愿望就许这个了。如果我以后抛弃、欺负、忘记孟晚舟，就让我变成瘸子、瘫子，一辈子坐轮椅。”紧接着，傅也就吹灭了蜡烛，大口地吃起了我为他手工制作的蛋糕。我相信16岁时的傅也说这句话时的真诚，同样我也相信时间可以改变一个人。前方红灯亮起，梁鹤停下车子，侧头朝我看过来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温柔地牵住了我垂在身侧的手指。片刻，他才道：“我知道给他起什么名字了，叫孟一舟，怎么样？”我笑着点头：“当然可以，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叫孟思鹤，就是我思念你的意思。”梁鹤嘴角荡起笑意：“这么思念我？”“对，一天见不到你就特别特别想你。”我们总是很吝啬地表达爱意，可人生苦短，我们要爱得赤诚。绿灯亮起，梁鹤重新发动车子，驶向我们的幸福。